布也没什么。好，那么赖清德哈，因为在这个他演讲的时候有提到了哈，说要向在野党的领袖呢来说明啊这个国安啊。那昨天啊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啊潘孟安有打电话给民众党秘书长，也打电话给国民党秘书长啊，就说下礼拜3啊要做国安简报，但是很模糊，这很奇怪，邀请这样邀请很奇怪了哈。通常我们吃个饭，我们有邀请谁，我们都跟他讲说谁做主人，然后呢请了你，还有哪些人？因为他可能有些人是仇人，他根本不晓得他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那到现在为止啊，不知道说赖清德自己出不出席，没讲。哦，那是怎样呢？是总统就有几种可能嘛？是总统出面，哦，然后呢，请国安会秘书长你做个简报，国安局长你做个简报。一种是总统不出面，到了总统府就由国安会来主办，哦，国安会也属于总统嘛，哦，国安会来主办，哦，还是说赖清德自己要说明？哦，来，我告诉你，哦，现在国家这个安全多么重要，哦，匪谍渗透多么严重，两岸情势多么紧张，哦，所以你们在野党要共体时间啊，不要老是唱衰我们，不要老是扯我们后腿，到底是怎么？是不知道我以为他们知道。我早上在广播做评论的时候，我还说奇怪，这个到底是内容怎么样？后来我一看，黄国昌跟这个朱立伦也搞不清楚到底情况怎么样，而且因为昨天已经礼拜4了，今天礼拜5一个工作天，6日放假，1、2、3就见面，3个工作天。所以在野党就说，你邀请我们通常邀请重要的邀请就要早一点就告诉人家。有很多人要邀请我，什么1个月以前就要讲了，那天你是不是留一下哈？甚至有一些人嘛，半年以前就讲了，哦，这天我女儿要结婚，哦，然后呢到时候一样请你来等等哈。那3天以前，哦，都很不礼貌了，说实话了，哦，3个工作天以前，其实通常我们连邀请吃个饭都没有这样临时去邀人家的哈，好吧？那他们到底去不去？现在也不知道哦。他们要讨论啊，因为现在到底你赖清德到底什么？你讲清楚嘛。说我赖清德到时候会去，哦，然后呢，我跟你们简报。那我想他们就不好意思不去。说我赖清德会去，到时候国安会秘书长给你简报。但是国安会秘书长是吴钊燮啊，吴钊燮不是躲起来了吗？吴钊燮怎么简报呢？那你是不要国安会秘书长，那谁来简报这个事情呢？这很奇怪啊。国安局长那也很怪啊，因为国安会是统筹啊，哦，国安会才应该做简报，而且总统府管国安会啊。对不对？国安会应该出来做简报啊，那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在都不知道，那就邀请人。那我看那个潘孟安讲的也不清不楚的哦，反正啊，这邀请你就这么简单哦，好吧？朱立伦说，我如果去，不是总统跟我训话，是朝野对话哦。那本来他们在野党要求说，除了这个国安以外，还有国事对话了哦，就国家到底该怎么办？川普的关税，那你到底有什么策略？两岸这么紧张，每天在那边军演，每天在那边什么兵推，那到底你要怎么做？两岸之间怎么能维持它的和平？台湾的经济要怎么办？传统工业怎么办？要跟你谈这个啊，这个才是在野党关心的嘛。而且只谈个国安，那什么意思啊？国家现在很危险，你们不要讲话，对不对？大家要共体时间哦，而且呢，绝对不要有匪谍哦。听你训这个话干什么？那黄国昌说资讯不明啊，所以很混乱啊。到底有没有赖清德，他也不知道。你看，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被邀请人也都不知道哦。那徐世简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说呢，与会只要签保密协定，到时候呢不能够泄密哦。还没有请，就先来扯这个东西哈。那赖清德说这是叫突袭式的工商国事，还没有跟你工商国事，他们没讲了，所以在野党只剩下3天准备了哈。王宏威委员说这是不尊重了哈。那也没有协调时间议题，照理讲谈这个时间你适不适合啊？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等等，这商量一下也是尊重客人嘛，哈。那吴思瑶说哪有仓促，给你3天就不错了，给你1天了，哦。赖总统用心良苦，哦，哪有什么太赶，一点也不赶，时间也不赶啊。好，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总统会不会参加？那具体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处在一个非常混乱不明的资讯当中，邀请电话是接到了，但在野党没看到共商国事具体形式。就在520总统抛出朝野对话之后，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终于打电话约在野党。原则上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对话。那详细的细节由我们黄健庭秘书长跟潘孟安秘书长来协调。
日期就在6月18号早上9点，但地点和细节还没确定。传出国安情势简报，渴望由国安相关署长简报说明，内容涵盖台美关税谈判、国防、国安两岸议题以及中共对我渗透、灰色地带侵扰等等。国安会副秘书长就透露，相关简报内容准备当中，但不可能直播，而且与会者必须签署保密协定。我们主张公开透明、全程直播。那牵涉到国安机密资讯，当然不宜公开。也传出在野阵营有人抱怨，扣掉假日只剩下3天，以为大家都闲等着总统召见，这么重要的在野党会面都不用开，会前会。总统怎么看？在野党觉得国安简报准备时间太短。虽然时间短，我们都应该要全力以赴啊！这中间不要预设立场，更不要有任何政治谋略。总统府出手，细节出来之前，在野还没接受。好，朱立伦、黄国昌两个在野党主席到底该不该去？孟华，你觉得？其实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在520就职的时候呢，说呢要来办这样子就是邀请在野党领袖来共商国事会议啦。那今天我们终于听到了时间已经出来了。那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们知道我们是首次举办这样子一个国安情势的会议。那当然很多的细节也许还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国安情势的会议，这其实来说对台湾目前的现状很重要。我们可以知道，前面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的世界的局势是非常混乱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其实跟伊朗目前的战事的状况也很严重。那在台湾，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其实的，我觉得区域的关系的紧张呢，也越来越加强的争的状况之下呢，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跟在野党、跟执政党好好的大家来谈，好好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团结一起来对外抗战。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蓝委还会提出说，像是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种修正案这样子的条文出来，就想要把这个台湾跟中国定位在内战的状况来预防说就是国际上面来帮忙。我觉得在如果连蓝委到现在这种局势之下还会提出这样子的法案，我们真的需要朝野好好的来就我觉得目前的现况、台海的局势等等的，一起来好好的讨论怎么样子才能让我们团结共同的对抗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强大的这些压力。这个压力也不只是对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南海对菲律宾还有越南，他们一直要把南海内海化的状况之下，这些东南亚国家已经受到面对很大的压力了。在东北亚那边呢，其实呢，在黄海那里，他们在黄海跟南韩的经济海域的交界处呢，也建了一个铁塔之类的东西，希望呢说也把黄海在内海化。所以在面临中国在整个区域的情势的压力那么大的状况之下，台湾又是重中之重，那我们当然希望整个的执政党在野党在这个总统邀请两边的领袖来做国事会议的状况之下，大家好好的来团结，共同面对就是国家的问题。来，这个怡珍怎么看？我认为朝野两党当然愿意是共同面对哈，但刚刚听到孟华议员这样讲哈，我真的觉得就像朱立伦主席讲的，我们去总统府来听相关的简报，真的是听训哈。我们刚好像就也听了一顿训哈，这个国民党立委呢还顺势的被骂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迟了1年半。为什么我说是1年半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去年1月选完了总统，选上了总统，是不是就应该要推动朝野会谈呢？为什么是迟到今年的520？才抛出说我要朝野会谈，我要国事会谈，他本来就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啊。那520讲到现在，我们也快要1个月了，然后这个礼拜忽然间丢出来，然后给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准备的时间只有不到1周，只有3天。请问一下赖清德，你可以准备1年半，那为什么在野党不能一起准备更久的时间？再来啦，约见面应该要双方很有意愿啊，除非你很熟，互相很有信任感。但问题是现在是吗？国民两党跟民进党之间有互信吗？我们刚刚不就是被训话了一顿吗？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总统府约的不情不愿要直播不能直播要公开，你说要签保密，是预设我们国民两党去听了之后我们会泄密吗？再来，你约了一个你方便的时间，通常我们约很多的会面，我们可能会给2-3个时间让那个被约的人去挑，你有吗？你就直接指定了6月18号早上9点，我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民进党现在执政呢，你连简单的邀约的应对进退都不行。我们生活中就是最讨厌这样子的人啊，连最温和的侯友宜市长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就说，这个执政党这个和谐不能只是说，应该要真正的解决问题。更何况现在民进党在推的是什么？是大罢免你还在罢免我，那你现在就说，这个黄国昌主席、朱立伦主席，我们坐下来谈，你还说我是中共同路人，那你现在是要跟中共同路人2位主席一起会面吗？你先停止大罢免，把你的好好的伴手礼
品拿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大罢免全部的国民党立委全部守住之后，我们再来共商国事。好吧，侯友宜今天被访问的时候，他说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了。来，志涵。我们要的是共商国事会议，而不是一个政协会议。就是大家橡皮图章，大家坐在那边拍拍手、鼓鼓掌。你说坐在那边拍拍手、鼓鼓掌也就罢了，但是民进党的做法是，他不会给你拍手，不会给你鼓掌，背后还放冷箭。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民众党的黄国昌主席他说，希望能够直播，是建立在赖清德总统他520的时候说共商国事。那国事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呢？其实不只是梦话议员刚刚讲到的国安的问题，包含能源的议题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关税议题要不要面对？当然要面对。那另外呢，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们提到了这个社会福利啊、社会保障、劳保健保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这些东西难道不重要？国内宪政体制要不要走向正常化？我们现在提出了要修宪，这些东西难道不重要吗？但是民进党呢，仿佛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只会来谈国安，好吧？要来谈国安也不是不行，但是请不要在还没有谈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扣红帽子。例如说，国昌主席那时候说共商国事，希望能够直播，但是他并不是说国安会议要来直播，结果马上呢各种冷箭就放出来了。包含徐思俭呢还要故意加给 A 一下说，哎呀，这个国安的会议或者是国安的专报是不能直播的，那这不是废话吗？早就告诉你们说，国安的专报我们不会要求直播。那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扣红帽子还有什么东西？比方说今天吴思瑶他呢马上就跑出来说，赖总统愿意跟你们分享国安的资讯，这个是一番好意啊，要让这个在野党能够善尽忠诚的义务。我想请问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高高在上的大总统看到了这些在野党的主席，然后呢，请你们来这边，你们不要不识好歹，要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善尽对国家忠诚的义务。反过头来，是不是说如果不参加了，就是不善尽对国家忠诚的义务呢？我们同时也要告诉吴思瑶委员哦，事实上，对于国家忠诚的义务，人皆有之，不管是一般的国民，或者是这些在野党的领袖，而且呢，我们都确实的履行着。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你会拿来当做一个条件的交换，其实这不应该是任何的交换条件。还有就是，请问一下民进党，你们一定要有交换条件才会对国家忠诚吗？如果是如此的话，怪不得府院党都是共谍。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很多人在问了哈，罢免是哪一天呢？不知道。选举的时候哪一天，大概很早就知道了。那罢免哪一天也不知道啊。那选委会李进勇说呢，他是希望在同一天了哈，因为现在一阶、二阶送进去的时间不一样。哦，之前有人说会不会变成两次甚至3次投票？哦，他说呢，希望同一天，因为已经头一次就很花钱了。哦，10几20亿都花下去了，动员人力啊什么，要搞2天3天，宣传也不好宣传。哦，比如你哪一天要去投，大家去投票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说希望同一天啊，而且他说呢，大概就是呢，这个6个星期六下午可能性比较大哈。那么因为8月23号是公投，哦，所以呢又不愿意跟公投绑在一起。哦，虽然他们以前都搞公投绑大选的，现在又不愿意跟公投绑在一起。然后呢，碰到国考也不行。哦，国家考试是不行办这些选举罢免活动的啊，所以呢，日子其实也并不多哈。那蒋万安今天晚上会跟朱立伦见面，要共商大罢免的大计，说明后天就有反制行动啊。那什么行动不知道，他们这个见了面大概才会宣布吧啊。那另外呢，侯友宜第一场跟立委站台哦，明天呢他跟朱立伦同台。去帮洪孟凯来宣讲啊，在淡水啊，明天上午啊。那另外呢，这个大罢免啊，现在0-31是蛮难看的了哈。就是当然民进党可能不会有31了，也许30是28、27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国民党大概0是确定了，就国民党要罢民进党委员大概是0是确定了啊。原来本来以为说台北双吴跟原住民2个最有机会嘛。哦，那原住民2个看来已经不行了。然后呢，这个台北本来吴思瑶北投4点是有机会的，可是呢，领衔人又被吓得不知道是怎么威胁还是怎样，躲起来了，领衔人不出来。所以虽然联署人够了哦，但是呢，领衔人不见了。那中选会又坚持哦，非要领衔人才可以啊，才可以送件啊。所以呢，这个联合报也说，问题就出在本能寺，就是问题呢，就是在中央党部了。啊，你主要的你自己的这个总部比较重，比较有问题了。那另外呢，这个
王宏威被邀请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呢，这个青鸟就说呢，我是管灯光的。王宏威呢一上台呢，我就把灯光给他关了。下面呢，这个本来是嘘他的，就变成笑，他好高兴啊。王宏威讲了7分钟的话啊，然后呢，反正就是，然后他说我女儿因为要毕业，说我女儿我骄傲啊等等。那王宏威就说，王宏威现在都是带一个密录器，因为他们现在，是，我那天看到王宏威，我说你警察，那警察不带个密录器嘛？他们连去市场就都要带密录器，为什么？因为就有人故意给他拍以后给他。断章取义、截了乱讲，所以他一定要带密录器，所以到时候证明说呢，他们给他造谣是假的。他那天呢，他就举例，他就反击了哈。他说：“你在 Threads 上乱讲嘛。”他说他也看了这个影片的记录，他是54分04秒讲到55分20秒，讲了1分钟16秒。所以你不能讲太多，讲太多人家烦死，那只是恭喜你们毕业以后将来鹏程万里啦等等。怎么在讲7分钟？他说他讲了7分钟，7分钟哪里来的？而且呢，他说呢，他这个那个学校叫做中山国中，他选区了他说至少这虽然是2个地方造假，第一个刚刚我讲的时间，第二他说现场直播的声音很清楚然后呢，什么叫做嘘声转笑声他说台上都是掌声啊，还喊他的名字啊，王宏威啊，加油啊。怎么变成什么？原来是一片嘘声。看到这个王宏威这灯突然变成这个暗了以后，大家就鼓掌高兴，说啊，你看看不到王宏威，看不到王宏威。哎，我是觉得这何必呢？我觉得你需要搞成这个地步吗？对不对？你就说选举的时候，我们各支持各喜各爱，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罢免好，你要把罢免讲他有什么不对？搞这种就是很小人步嘛。对吧？而且中山国小那天很多的学生啊，家长也都在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到底情况是怎样啊。中山国中了好，那么徐小新也是要告霸团抹黑他说呢，他因为听说我还不知道这叫什么拉布布，说很红是吧？对，一个香港的一个设计师。他设计的，他就是那种以那种北欧的那种森林精怪，他就是一个丑怪的，然后被大陆的一家公司把他那个买下来之后，哇，这家不得了，大赚了。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已经是富比士排行榜上面的非常有钱的人了，因为徐小新就托馆长，对，说馆长你去帮我买一个，就被人家骂说他叫做中共同路人，买一个布布，这叫做中共同路人。所以呢，他说要告这个霸团抹黑他然后呢，这个沈伯洋又讲小牛说呢这个说你怎么样，说物质你说要强推不在籍投票等等，叫小牛自己说明，要讲小牛自己说明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说沈伯洋叫指鹿为牛因为呢当时的主席是张宏禄指张宏禄为牛许婷，指鹿为牛好，我们看一下。立法委员王宏威王委员参加中山国中毕业典礼，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在师生欢呼下跑步上台准备致辞，但场内灯光却突然一片黑。好，谢谢吴校长还有家长会长、林会长。灯光大概暗了将近10秒，但王宏威不受影响，继续致辞。不过却有民众发文说自己女儿是现场的灯控，当下是故意把灯关起来，让现场的嘘声转为笑声，还说王宏威在台上厚脸皮拖了7分多钟，让王宏威不满，秀出影片证明自己只讲了差不多1分20秒，全部都是造谣。我是不晓得这个霸团的侧翼他是不是有幻听啊？那么，因为其实学校毕业典礼大部分他们都有直播造谣，他们好像就不会罢免。但是我们也必须警告这些霸团跟侧翼如果你造谣的话，你就应该付出相关的法律代价。而北市另一头徐小新也杠上霸团，上回名嘴 Grace 去踢馆引爆争议后，霸团再拿出现场影片，指控徐小新查霸团各自用居住地威胁。有些人住在违建里面那我就想了，可能就是自己要多守法我们6口人当然只能盖顶加，不然我们房间根本不够用。但因为那就是很早的那种就地合法那种。那徐小新为什么知道？但徐小新强
强调罢团指控的动用公权力查个资，或是在耳边偷偷说违建又走心，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喊话相关人员不道歉就会走法律途径。所以这2件事情都是子虚乌有，连他们贴出的2段影片，大家上下看都会发觉内容根本不一样。所以我会针对这2件事情来进行提告。我连那个罢团成员的姓什么名什么，他的真名我都不知道。问要怎么样去查人家的户籍呢？南英北市罢免全面热战冲突也上升到司法战场。那小牛怎样？什么指鹿为牛？我们昨天内政委员会在审中选会的预算解冻案，那主席排案的轮值召委是张宏禄委员。那当然在里面，因为是中选会的预算嘛，曾经冻结的理由有在讨论不在籍投票，所以大家针对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要把事情问清楚，我们才会让预算解冻嘛，善尽监督的责任，所以就谈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志涵也在这个地方，其实不管是民众党也好，或者是我们国民党做党内整合，基本上如果要推不在籍投票，就叫国内移转投票，也就是只是台湾内部方便为主。大家其实方向都很确定。我们那天在委员会里面的发言，基本上也是针对国内移转投票做各式各样的讨论。那本来就觉得，那这个会议就这样平平无奇的就顺利解冻，好，顺利来结束。那回到办公室之后，他才讲说，沈伯洋说你是大会主席，然后说我们变成蓝白在强推不在籍法案。这个短短的一篇文章哦，造3个谣言。第一，大会主席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会主席是张宏禄，不是我。第二，当天的会议议程是中选会预算解冻，不是不在籍投票的审查。第三，我们不在籍投票的讨论，全部都在讨论国内移转投票。结果他1讲会议是张宏禄，2讲在推不在籍投票法案，3讲我们要用什么境外投票，让中国大陆可以借选。这些人是有幻想症吗？那显然是不做功课，胡说八道。沈伯洋委员最喜欢指控别人不知道自己在开什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审什么法案，结果这些指控就变成回力镖打在自己身上，所以我才讲嘛，人家真的是最近很红，而且是认知作战的第一红人。那你现在干嘛搞大罢免，已经搞到失心疯的状态了嘛？因为没招可用嘛。就你前面讲他已经没感了，无感了，听了腻了。新的事情我们都在推民生法案，你也没什么好讲。难道你要反对军人加薪吗？你要反对劳工放假吗？你讲没有招了嘛。所以现在这些罢免团体就剑走偏锋，就用躲在暗处、用造谣抹黑的方式，意图使我们犯错。但基本上这几波的操作都吃瘪。为什么？你再从吴静怡跑去踢徐小新的馆，然后被辩论彻底击垮，到现在造谣王宏威，前一阵他们也造谣我说我在饭店请陆配吃饭，完全没有请过别人吃饭的人，然后他也造谣，那我们就该提告就提告嘛。这种种的作为只是自证青鸟，现在已经变成笑话了嘛。现在的大罢免，我真的认真都讲，不管是沈伯洋这种行为，或者是这些脱序的造谣行为，连民进党都看不下去了。连民进党都看不下去，绿营也不会接受。所以说这一场我甚至都不认为它是什么政党对决，这一场大罢免投票就是一小撮不讲道理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极端主义者，跟大部分希望社会正常运作的正常人的投票对决。不管中选会安排在哪一天，1梯、2梯还是3梯，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头脑会是清楚的，大家会做正确的判断。不是在政治上哈，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你有你支持人，我有我支持人，都没关系。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容忍比自由还更可贵。但是你就要去造谣，我们有知道政治上有一句话叫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你不能骗人嘛，你编一些谣言骗来骗去，然后在网络上这样散布，你到底干嘛？你把大家都当傻瓜吗？真的以为你谎话讲100遍就变成真的吗？然后大家这么容易被你骗吗？需要再回来。那么，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舒培他对赖清德不爽他呢说赖清德是假道学用人唯亲然后蔡英文用过人他就不用了而且骂赖清德叫做超级蠢神经病而且呢那当然被掀出来以后有点不好意思嘛，就骂赖清德是总统是主席。那简舒培说，民进党本来就是个大鸣大放的党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他并没有否认我讲这话我就是讲了，但又怎样呢？那简舒培他主要为了赖清德说，民进党这些民意代表3亲等都不能聘来做助理所以他就骂赖清德说那民进党就声援简舒培说，你这样沟通一下嘛，你到底了解情况怎么样嘛然后呢，党内
反弹的声音很大，别人把议员或是请他们去查哪些议员的确用了3等亲，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是做自己助理就无所谓啊，对不对？那他旁边有人讲啊，那时候非3等亲就不能作假嘛，很多作假也不见得是3等亲啊，拉个别人人头来做啊，那但是呢，王宏威就跟简舒培说呢，方丈是不可以得罪的，你多保重吧，到时候小心哦，到时候人家有仇必报你就惨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简舒培说这个怒批赖清德，而且简舒培有说以前的很多民进党助理都寄给金主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有很多金主企业家，你把人挂在我公司名下，我付钱，那你就不必付这助理费了嘛。甚至有些车子司机都挂在这个公司名下，真的，我当立委的时候就这样啊，有些委员找了30几个助理。我们苦哈哈只能找几个，他怎么找30几个呢？怎么哪里来的？更不他自己出钱嘛，就是给金主来养。但你这样，你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人家帮你养助理，到时候人家有求于你的时候，你好意思都不管吗？不可能嘛，那当然开始人家都讲，我不对你不会有什么要求了等等，但是到时候万一有事情了，你怎么办呢？所以呢，陈志涵说呢，赶快北检监察院都赶快查到底哪些啊？你现在只是抓现在议员挂在名上的那这就抓了一堆，没有在 payroll 上，没有在我薪水单上，那更多到底是怎么回事抓不抓所以呢，这个现在问题这个看在民进党里面有反弹声音蛮大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回顾到今年2月，因为民代社诈领助理费争议频传，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赖清德下令民进党公职不得任用配偶及3亲等以内血亲，因亲担任公费助理。但党内意见四起，简舒培私下就痛骂赖主席好昏庸，超级蠢，不懂一个总统怎么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种事情都要管，白眼翻到天花板去，连脏话都骂出来，说最好诈领助理费是因为亲人，完全搞不清楚状况。重点是赖总统一句家人可以担任职工，也引发简舒培怒火。那我在这里也要勉励我们第一线的赵福源，把它当作是一个功德台湾。还记得2017年时任行政长赖清德勉励赵福源辛劳，但用做功德来比喻，简舒培怒批主席叫人家做职工，不觉得就是叫人家做功德一样的道理。话锋一转，还讲到潘孟安说他当了县长之后，让自己的哥哥选议员内，标准太奇怪，重人为亲才是真的没道德。他没道德的是，只要是蔡英文用过的人，他都不用，有多不满赖主席这项禁令。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党内也有讨论的机制，大概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党内讨论，谢谢大家。之后才会约说要讨论，是不是？我们会在党内找各个我们能够讨论的方式进行讨论。从赖主席下令至今，将近5个月过去，党内杂音没有弭平，反而加剧。梁梦华怎么看？对，其实这个3等亲条款刚出来的时候呢，我有接受 TVBS 的采访，当时也会认为说呢，其实很多诈领助理费的呢，都不是3等亲，真的是需要请党中央再多多想想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像是那时候无党籍的议员戴宁，他诈领的时候的人头呢，其实呢就不是他的亲人，就是他爸爸的陈邦华爸爸的乡亲。那很多的案子，像是新党的他潘怀宗，他那个时候报纸写的那个人头也不是亲人，所以其实呢，这个事件发生出来的诈领助理费跟亲人是2件事情。那也许那时候赖主席他就用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希望说能够规范民代。那当然很多个民代呢也都是有不同的声音，像是其实简舒培议员就是。那我知道说，其实在中南部的地方，这种呢就是亲人可能当民代的状况也是更常见的，而且其不只是民进党，其实各个政党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在政治工作民意代表这么高压的状况之下，而且其实信任的人其实不多的状况之下，你信任圈其实很小的，所以亲人能够来帮忙，能够来协助，我觉得都是一个常态。那当然这是民进党里面我们可能自己要在讨论说，到底3等亲这个规范会真的规范下去吗？还是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新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民代有更多的就是立场的话，我觉得这是党内必须要来好好的讨论的。那我觉得其实呢，可以知道说以前最早之前的助理费，我们刚刚可以知道说，很多时候以前助理费是直接汇到议员的户头，也不是直接汇给助理。那后来不断的去改变这个那个风气，然后其实就跟之前说的，就是以前的助理费可能还是有什么企业来占购，那都是在没有法规规范之前的事情。那现在其实已经都有很明确的法规在规范了，就是希望说所有的民代呢都可以好好的来使用助理费，而不要有任何违法状况。那如果有任何违法状况，有什么质疑的，我觉得就是去查吧，就是去检举吧，因为我觉得这种民意代表的助理费就是要好好的来运用。潘怀宗是我了解的
他这个后来为什么他没有被关？哦，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助理费，他是这个有用助理费移作什么？移作他服务处的服务用途。就是换句话说，因为现在并没有服务处，因为服务处有开销蛮大的，选民服务啊，甚至选民生日的时候啊，给他这个寄个卡片等等，那要一笔钱呐。哦，那服务处的开销怎么办呢？就是从助理费挪一点在这边。所以检察官后来为什么没有这个求刑了哈，或是没有判他？主要原因法官没有判他，就是说他的钱并没有叫自己的口袋。哦，所以助理费的挪用还有不同状况，有的是把钱放在自己口袋。哦，那他没有1毛钱到自己的口袋，好，所以这点我要替他说明一下。来，志涵。我觉得昨天简书培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啦，因为他其实讲了很多，比方说超级蠢啊，或者是没道德啊，这些话其实我觉得，看在很多人的眼中，确实会觉得赖总统他不但是用人为亲，而且也是2套标准。我们就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沈伯洋的事件，他们过去一直在抹红别人，然后呢一直说任何的交流都是统战的一环，结果呢碰到自己人的时候，比方说沈伯洋，结果又开始来帮忙护航。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诈领助理费的这个事件呢，确实我们觉得赖清德总统搞错重点了，因为很多诈领的行为并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而是他行为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并没有助理，结果搞了人头助理，然后来诈领相关的费用。那要如何根绝这样的事情，应该从制度面出发，而不是说这个3等亲里面都不能任用。其实这种行为呢，我们又觉得说根本就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那另外就是我想这个简书培议员哦，他虽然说快人快语，可能也讲出了很多民进党人心中的真心话，但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感觉出来有人在弄他。例如说，他前几天才因为大量的去跟警察局索资，那这个索资呢，其实是会造成很多公务员非常多的困扰跟负担。结果呢，他还引以为傲说，哦，我就是这个索资界的佛地魔。其实他已经造成了公务机关很大的困扰。另外就是这些录音到底是谁去录音的，可能就是他的助理。那么后面还没有更多的料会爆出来，其实我们也拭目以待。那一正。赖清德为了灭这个民进党民代诈领助理费的火，提出这样子的3等亲。但身为总统，身为执政党主席，你不用一些法制化的这个方法来解决，却树立了一个所谓很高的标准。但是能不能做到，做不做得到，适不适合，还有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做，我们都不清楚。多少在地方上服务的民意代表，不管议员，不管里长，不管这个立法委员，都是标榜一人当选全家服务。爸爸当完可能儿子当，爸爸当不下去，儿子接棒等等的。所以如果呢，民进党这个3等亲不能任助理，如果真的实施的话，我认为对民进党的基层是一个重创哈。或者呢，就是像洪薇姐讲的这个助理的，就转嫁给金主。那再回头来说，如果说这个3等亲助理他只有实际的工作，比方说很认真的跑行程，很认真的做办公室的行政，为什么赖清德觉得说不能给这个3等亲的助理工资啊？难道所有民进党的助理都要做功德吗？所以像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民代啊，比方挂一个牛许婷委员的爸爸江宜珍议员的姐姐啊，选民看了就觉得说，很蛮亲的啊，感觉很说得上话啊，很够力啊。所以这个反赖第一枪，我觉得简书培是鸣枪开跑也的确是民进党很多人都是一吐怨气，也不止简书培。赖清德在推出3等亲的时候，我们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林秉佑同样是新潮流的，就直接在脸书上，而且快人快语，还直接说这个就是讲插话，讲屁话这样。所以赖清德讲的就是非常多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嘛，像是3等亲啊，像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我们要每天都甲级动员。赖清德就是这么一个对自己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洁身自爱，觉得我这样一路走来大家都要学我。但简书培你看得出来，他也无法否认啊，他就是觉得说我的姐姐、我的妹妹就是做我自己的助理，他也讲出了这样真心话呀。那很明显的，这个时间点呢，是不是因为逼近了民进党即将要初选甚至这个罢免后是不是有所谓的补选，是不是有所谓的内部人士在做所谓相关的斗争？不过我倒是要奉劝简书培啊，你这么辛苦的爱护民进党帮助赖清德，也许赖清德总统还是比较偏爱苗博雅，或是我们这些民进党的这些民代啊，这么辛苦的帮这个大罢免联署啦、造势啊等等，但是曹新成指点江山直接推出这个罢团6女将什么删除海威的蔡卡罗啊，什么罢免江启臣的什么廖之燕啊，这些6女将未来是不是都要投入基层的民进党民代的选举？我只要说，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真的是情何以堪啊！不过基本上了就是说这个是助理到底有没有这个假的，是不是人头，就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做助理的事情，这比较重要。这一查就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助理的事情，没有做助理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吗？
对不对？平常有没有做选民服务？有没有替这个议员写质询稿？有没有在问政、收集资料等等？很清楚嘛。你现在要打的是那个假的，不管亲戚不亲戚，我觉得那个不重要，是有没有真的做事。做事就没问题，不做事就是假的。我赵先生，我再补充最重要的爆炸现场，3等亲啊，包括直升遗柩不可以减掉，这很重要。基隆庆安宫的宫庙主任委员跟庙公叫做童勇，1927年，他是赖总统是他的外甥，升职就是3等亲啊，所以3等亲不能当助理，但可以当国策顾问，跟总统府资政。那这个是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在3等亲划清界限，你怎么要求所有党内同志跟你一样呢？这是另外一种双标嘛。休息一下再回来。现在才6月初台电说昨天的用电创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你看7月、8月，你看会怎样啊？所以呢，大林5号机都已经除役了，又再拿来用了。他照理讲这些除役就除役了嘛，就表示已经很老旧了，不能用了。但是电不够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钻一个巧门，就叫做可以备用。哎呀，在什么状况之下可以备用？那你永远把那些旧的都拿出来用啊，那污染你也不管啊。然后就问你啊，你要电还是不要电啊？这是很无赖的讲法。你要电还是不要电？你要电我就要用啊？怎样啊？那台电呢说比去年早11天破4000万千瓦所以呢他们说规定就可以用大林5号机它这备转电力到几%以下就可以用，这个备转到几%可以用那个那说呢用电到了4039万千瓦，是昨天今年最高。其实这两天还算好，因为有时候还会下个雨啊什么，一下雨就会凉快一点但是如果都不下雨然后呢，这个天又干，那怎么办那因为现在是讲非核嘛，我们电有几种，一种叫做基载电力，就是基础的然后呢，其他的是另外的。那基载电力以前比如说核电，它就基载电力，为什么？它最稳定也不受天候啊、什么这个阳光啊、风的影响，而且又便宜。我当然先用这个不够了，我再往上，比如说火力再不行再什么风力啊、太阳能啊等等，这个等等往上加那你现在既然非核就已经基载电力没有核电了嘛，那入夜以后那怎么办呢？然后入夜以后又没有太阳能啦，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也没风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火力发电厂就火力全开所以呢有专家说呢，这个叫做中经院的副研究员叫陈忠顺。他说，为了补这个绿能光电的缺口，用电会紧张，这算数一算就出来了那另外呢，陈其迈说我们没有违规啊，依规定呢可以在紧急状况用转720个小时，因为他要替大林电台辩护。否则人家说你高雄市长搞什么呢？你真的愿意看到高雄市民这样的受到污染吗？对不对？高雄市民已经长久受到污染了那陈其迈说呢，电网韧性应该配合都市更新，加快脚步，因为高雄31天停了8次电呢，高雄市民真的是何堪那另外呢，这个台电说我们不是缺电了他每次说我们电没少那个网络有问题了，什么虫来了啦老鼠来了松鼠来了等等反正都是别人的错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议员说这个大林5号已经被除役的，还悄悄开机来救援网络就笑说高雄真暖这是邱宇轩在网络上的发文那另外呢，所以因为你现在能源在转型嘛，就是非核了，台湾恐怕会有长期缺电、排碳恶化双重危机因为你烧火力发电就有排碳啊，对不对？然后你又这个没有核能，没有基载稳定的基载电力，所以你可能会缺电那这两天又传出消息说 AI 用电非常大，连美国都在叫苦连天AI 第一个用电很大，第二个不稳定，突然用电很大，突然又不用，所以让那个电路那个负载非常难调整我们看一下。放
眼望去，一整排店家门口贴上了停电通知单，仔细看一贴就是2张，停电时间是13号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隔天则是下午2点半到4点半，周末时间停电，附近店家真的好困扰。很热，但是客人要看衣服也都不方便啊。高雄用电吃紧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觉得电够用吗？不够，因为次数都在停电。时间轴往回推，5月9号左营大规模跳电，高铁和捷运系统以及科技园区都受到影响。整个5月左营、盐城、苓雅区总共跳电5次，共有破千受灾户。而6月7号左营区再次无预警断电，隔2天迄今有将近9000户大规模停电。10号三民区又有321户受到波及，31天内停电8次。台电表示，近日受到炎热高温影响，全台用电持续攀高。11号最高电量达到4039万瓦，创下今年新高，也较去年提早11天破4000万瓦用电。除此之外，民营和平电厂1号机、大潭电厂1号机以及新达电厂5号机等机组都还在检修中。为了强化整体供电稳定，台电才会在当天通报高雄市环保局，并在下午1点56分启动大林5号机并联发电。那我们的政府就跟我们讲，台湾不缺电，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备载容量一直低于6%。那到底台湾缺不缺电，还是我们电网出了哪些问题？我觉得台电都要说清楚、讲明白。它现在是属于备载机组，那我们也做过多次的说明，它在紧急的状况，它这是可以运转720个小时。这个部分啊，我们会来严格监督。来志涵。其实我们昨天还特别找了台电来问说，到底为什么高雄频繁的跳电？因为很多的民众来抗议，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呢，频繁跳电的状况让他们生活非常的不适。结果台电告诉我们的说法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些机组，或者是说一些设备，这个配电啊、输电的一些设备的更新。那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个状况。好，这个理由我觉得还勉强可以接受哈，因为你在更新的过程当中，设备本来可能就会老旧，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老旧的设备本身应该除役的，你就不应该另外去帮他想一些方法，想办法让他勉强的留下来。例如大林5号机，我们这几天看到了，像是昨天其实天气北部算凉。因为有外围环流的关系，所以有下雨。那么台电的官网上头写的是供电充裕这4个字，结果大家知道吗？昨天大林5号机就启动了。如果按照台电自己的说法，是要在备转容量不足8%的状况之下，它才启动。那请问一下，如果供电充足，为什么你要启动大林5号机？这显然台电有人在说谎。所以到底是不是只是到了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光电不够了，所以呢你们才要启动这些机组？还是说台湾的机载的电力根本就不足？我们也看到美国商会一再提出提醒，2025年的白皮书里面就提到了，因为机载电力不足，所以要发展 AI 等等的高科技产业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些话呢，赖清德总统闻所未闻，听所未听。来，孟华。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缺电跟跳电呢，我觉得是2回事，不能把它全部混为一谈。那其实刚刚有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机组等等的需要的调整呢，所以可以有跳电。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用电方面，工业区的用电是最多的，大概占了55%，一半以上。那住宅区呢，大概18%，呢，服务业呢是17.5%。那我们刚刚看到停电的那区域是一些商业跟住宅。那如果真的是缺电的状况之下，其实第一个要限电的就是那些工业区的这种大型用业户，可是没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呢，当然呢，在目前为止呢，看到我们整个的核能除役之后呢，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到底缺电这等等的问题。每次一跳电，大家都非常紧张，马上跳出来说就是缺电，跳电就是缺电，把它一直画上等号。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把等号直接画上去。我们要好好来检讨是我们的电网的韧性到底够不够。那在我们的电网的韧性更够的状况之下呢，再生能源的发展，那当然在再生能源发展还有等等火力等等的发展之下，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要如何的能够在不用担心这种缺电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真的大家好好思考的问题。小牛。这是我们选区龟山的国光火力电厂、芦竹的海湖长生电厂，最近都在进行所谓的机组汰旧换新的计划。换言之，他们声称要盖新的机组啊，这个污染量比以前的少。那在新的机组上线之后，这可以把旧的机组来做除役。但从前一阵子我们在立法院讨论的这个无煤中火，对不对？讲说2028希望无煤中火，然后这个台电已经说一定要到2034。到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管是新达电厂或者是大林电厂，这些已经除役的机组，通通都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不但没有拆除，还重新上线救援。大家会发现，在民进党错误能源政策的导引下，汰换机组都是假，
扩建电厂才是真。未来我们的火力机组只会越来越多，烧好烧满，破坏空气品质。一正，去年这个电力的备载低于10%的天数，其实已经高达了119天哈。但今年这个情况更严峻，因为核电退场了，然后我们要发展 AI， 所以这个电力呢，大家都非常担心不敷使用，所以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不管是限电啊、跳电，就是一个常态性的危机。那现在看得出来，这个民进党政府就是要大量的运用这个燃煤啊、燃气，这些都是这个化石的燃料，会受到国际情势的影响，动荡非常大。再来第二个，所谓的非核家园，虽然说现在不用核能了，但是这个非核家园已经变成肺壳家园，就是你的肺在咳嗽，所以大家在担心，就所谓的这个肺癌的患者，已经有高达20%是占我们每年5万名癌症死亡病例中，已经有20%都是肺癌的患者，大家都很担心这样子的健康。难道说未来我们都要烧赖清德口中的干净的煤吗？民进党的非核家园啊，是拿台湾的这个产业还有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开玩笑。我不是危言耸听你没有电你怎么发展 AI 啊？你没有电，你不要说 AI 发展不了了，你很多的其他的产业都发展不了了。然后呢，只要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你只要一大跳电的时候呢，这个热是会热死人的。这个是把这个人民的这生命财产安全真的是开玩笑，这不是轻易的。电就是钱，请问你的钱够用吗？不够，对不对？钱都不够用，电怎么够用呢？简单暴力。你这样子绕有点。